拍一个，首先是这种喷枪的使用方法。喷枪呢，如果说我用的特别的那个好，咱如果说用那种台式的，我如果拿回来用的话，可能大家跟我不一样，所以我尽量用最普通的，你们能学会的它的使用的话，别的就不用说了，其他的使用方法会更简单。无非喷枪好与坏呢，一个是这个仪器，另外一个就是它的枪口，枪口喷出来雾的细腻程度，比如说咱有的这个经常做脸知道会有一些雾化仪器，或者说是喷水的，有直接喷水的，有这种做雾化的，就是这种出来的细腻程度，你们知道啊？那么白话一说你们就懂。然后这个具体使一般喷枪呢，这个都先给大家去拆卸一下啊。哎呀呵，因为像这个是一个可以用，这种也是可以去替换去使用的，因为这是一个助氧仪类的仪器，所以说它里面可能有的时候成分就会比较多，会用到大的。我们一般做美甲用的都是这种小的，或者用这个就可以，不需要用的太大啊。来，在使用的时候，喷枪一般我先跟大家就是介绍它这个枪口，一般你买仪器都会给你们使用教程，然后它这个是可以往后去分的啊，往后去掰，这么一掰它就会喷气，但是要怎么去调呢？你看啊，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掰到特别靠后，有的时候呢又会掰不动，就掰到这儿。这个时候是控制它去那个出气的一个力度的啊。所以说我们在使用的时候，一般是会把这个不会拧到最后面，一般是拧到中间的部分，差不多你感觉能往后掰的时候，哎，这种松松的就可以使用了。然后具体使用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这个拧开它啊，你看这个小盖子。先把这个拿到一边，拧到它小盖子，然后里面呢，如果说我们有直接喷枪类用的胶滴进去就可以使用了。但是如果说很多同学觉得啊那个胶是不是有点费呀或怎么着，我们就可以用什么呢？买一个甲油胶稀释液，甲油胶的稀释液不能用酒精，也不能用清洁水代替，也不能用卸甲水，就是必须要用专门的这个甲油胶稀释液。然后具体使用啊，我在这里面滴，看一下，首先一滴滴进去，来2滴，看到没有？我要不滴太多就滴2滴。2滴滴好之后，我们就开始去往里去倒咱们的甲油胶稀释液。一般它的比例是多少呢？就是这个每个稀释液，每个老师教的可能会不太一样。建议大家呢就可以根据你想喷出来这个颜色的浓度，比如说我想让它重一点，那么一般是1比2，就是甲油胶是1的话，那稀释液就是2。如果说你想让它再浅一点，那么你可以适当的稍多一点，但是千万不要去倒一半，一整半的话就有点太多了，好吧？这个需要大家去调整，然后再去。怎么去给它调匀呢？我们可以用一个这种锯木棒或这一类的，直接给它搅拌，因为它是可以快速稀释掉我们这个甲油胶，给它把颜色稀释开。哎，就是这种水剂的颜料，看到没有？就跟水剂的颜料一样，这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方法是什么呢？就可以我们找一个这种小瓶瓶，你比如说就这个吧。对吧？还有一些带尖嘴的，直接在里面兑颜色，兑好之后给它摇匀之后直接倒进去使用，这是另外一种方法啊。大多数可能会用这种方法多一点，然后就省事儿。你们也可以买那种就是塑料的大牙瓶啊，那种小的跟吸管似的。有没有就是用喝药就是吸出来那种？叫什么滴管啊？用滴管去兑好之后再开始使用。好了，我们先把这个胶给稀释开。其实这个说实话喷不了太多，你们真正要用喷的比较多的话，可以多来一点，然后我们打开仪器，先试一下你这个，不要掰得太靠后啊，不要掰得太靠后。看着。大家在使用之前一定切记，先去测试，测试好了之后我们再去喷，不要直接去喷，往手上喷啊。我们在兑的时候，我给大家冒险一点，你们看一眼哈，打开，有没有？它自己在冒泡泡，把前面它是这种有自动有气的，这样的为什么说很多不会去建议用这种那个叫什么来着？助氧仪，它就容易往外漏气、漏颜料。看到没有？它其实一直在走的。然后我们如果想兑好的话，其实这样让它自己冒一会儿也可以，你就不用兑太多。但如果你像很多这个老师说过的，哎，我们应该拿一个纸巾呀或者什么的堵住，或者拿那个棉片堵住它的这个口，然后轻轻的往后掰，不要掰得太靠后啊，一点一点的轻轻往后来。这样堵住之后呢，它这个气泡会往回流，就在这里面去给它兑清楚，兑干净一点。哎，就这样往后啊，然后在里面再次去把这个胶给它兑匀，兑匀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先去测试，找一张不用的纸，然后你轻轻喷着，看到没有？直接就出来就可以用了，能看清楚吧？然后在做指甲的时候，手上周围涂，哎呀，这个说实话你们一定要戴好口罩啊，一定要戴好口罩，因为这些东西一般甲油胶本身吸入就不太好，然后你们要戴好口罩，在这种喷之前，手上要涂
防溢胶在指甲周围，或者说带那种防溢胶贴，然后直接喷完撕掉就可以了，或者说用防溢胶的话，也是等它干透撕掉就可以了。然后使用的时候离得远一点啊，不要太近，戴好口罩。看到没有？你轻轻的出来的这个雾就是小的，看到没有？如果说你在一个位置反复去打，它出来的这个颜色就会重一点。对不对？其实这个使用很简单，包括之前比较长时间了啊，在几年前就已经有这个东西在用，那会儿有那种你们知道叫喷绘纹身，知道吧？那个时候其实就有用到这一类的仪器，一个样的都是一样的东西，看到没有？然后你要喷指甲的话，开始涂上防溢胶再做啊，在手上去喷。喷好之后要照灯的，不能说直接这个样子。比如说，你看后缘喷上去了，但指尖颜色稍微浅了一点哈，我们再轻轻的，不要说是特别的用力啊，太用力，轻轻一点点，看到没有？指尖颜色就越来越重。然后像这个的，你看周围很容易喷上这个，就是我们如果不用要及时清洁掉，如果不用的话一定要及时清洁掉。请关上啊，静静的关上。然后你容易会有什么情况发生呢？你只要把这个颜料给它调拌均匀，它出来的这个雾是非常细腻的。你看，就它这样一做出来也是很细腻的，对不对？但是如果说咱们这个里面甲胶稀释液跟甲油胶调的有点不太匀，那么你最终做出来的也有可能会出现什么呢？大的水滴，比如说中间有一个大水滴泡，小泡泡。感觉好像这个地方没喷上一样，对吧？那个时候你直接擦掉，重新喷就好了。这是一个原因，有两个啊。第一个大家记一下，第一个是因为你在调胶的时候，在调颜料的时候没有调匀。第二个原因是你的这个甲油胶稀释液的比例，它的量太大，会导致你出现了这个。你看啊，举个例子，里面这不还有一点点吗？我再对上一看，我多来点，拍拍，让它自己先咕噜咕噜。咕噜好了之后，还没有做匀的情况下，你去喷。上面就会有很多这种透明水的，这纸上可能看不出来啊。挺匀，挺匀。不要反复重复做，你可以照完灯之后做第二次，但不要一次去给它做的太重啊。就是中间会有能不能看见有些小泡泡，那就是一些液体没有调匀的现象。哎呀，戴好口罩，你切记一定要戴好口罩。一定要戴好口罩，然后来，这是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其实就是很简单。比如说你要做个腮红了，你开，然后离得近一点的话，你看啊，如果我们离得比较近，我轻轻的去掰，不要一次性掰到后缘，你看到没有？上面能不能看清？我再做一次啊，轻轻的，看一点一点的来。如果一次性我直接拍到最后缘，它这个喷出来的水是特别多的，是不是？哎，你看可以远一点，离着甲面稍微远一点，一点一点的往上叠加。然后指尖多来一点，对不对？这就出来一个渐变的效果，然后做好之后去照灯啊，一定要照灯，给它照干。这是我们的一个使用，是不是很简单？只要在使用的时候就好了。在使用的时候去调匀就可以了，没有什么太难的地方。难在哪儿？为什么我会有的时候会阻止很多同学去买这个东西？是因为它清洗起来很麻烦，它容易出错，出故障率是比较高的。所以大家在买这种仪器的时候，一定注意它的保修，只要是你人为去拆坏啊，要提前看好它那个下线有没有标注。你这个使用的时候不能自动拆卸，或者不能怎么样，哪里拆卸不给保修，这种一定要提前注意好。一旦出问题，我们要及时去找厂家，好吧？来，另外一个再给大家说一个，在使用这个的时候，使用前、使用后，尤其是使用后，一定要给它清洁到位。清洁的这个教程我放到下一个，大家再去单独看。但是使用的话，这个基本上就没有问题了，对吧？周围我再涂上这个防溢胶啊，防溢胶。一般都是这种有液体的啊，也有膏状的啊，还有这种胶贴都可以。这种刚涂上它是发白的，你比如说你不想涂哪里，把它手给它挡住，对不对？把它挡住，等它干一会儿，不要马上使用啊，等它干一会儿。这个不推荐啊，不是说非得买这个品牌，你们自行购买就好。等它干透变成透明的就可以，然后我们待会儿再去开始使用。然后注意喷的时候呢，你的手也不要这么拿着，你的手以及它的手指周围会到处都是。我们找一个这种垫巾呀，你垫在手底下，看到没有？把它要做哪个手指就单独拿过来放到这儿。然后后面不是涂了防溢胶吗？你们也可以涂的位置高一点。涂了防溢胶之后，你这个时候开始喷，喷好之后，到时候把周围的撕掉，然后再把手上多余的那些给它擦掉就可以了。你看，见到没有？这个地方都有点干透了啊，这个涂的厚的地方就没怎么干，我就给它刮一下，快速看一下。然后等它干透之后，我们待会儿就可以直接撕掉。我先晾一会儿。来，打开仪器，我们开始去
慢慢的使用，不要离得太近啊，离得太近，你看喷上去就是这种大水珠，看到没？离得稍微远一点，一点一点轻轻的去喷，轻轻的喷。哎，有小点点就有了，对不对？然后等这个做好之后，我们先关掉，先关掉。实操一下啊，关掉之后，现在可以去照灯，你也可以一会儿再照灯。我一般是建议大家先把它撕下来，因为有的地方，比如说两侧这个地方蹭到肉上呀，或者边缘做的不好看，你是可以先检查的。一旦照完灯，你再去弄的话，会相对麻烦一点啊，相对麻烦一点。然后我们不是说老师你不是说要远一点喷的，远一点喷的面积太大怎么办？不是说非得远一点喷，而是说就算你离得近一点去喷这个渐变或者说是腮红等等这一类的话，近越近呢，你的力气用的就要越小。这个往后掰这个地方力气就要用的越小，因为你一旦用大了，它就这样了。但如果说离得远一点呢，就适合喷大雾，喷到比较细腻一点，一滴人往上叠加。然后喷小一点呢，你就轻轻的一点一点的打着圈去喷，看到它就出来一个圈。其实你就算不打圈，它自然也出来一个路圆，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啊。好了，这个基本上可以了，我们先撕掉，没有完全干透。干透的话，一撕就整个一块带下来，看到它还没有完全干透，有点发黏，然后大家就把它给撕掉。这就给你们出点这种板啊，就全部撕掉之后拿去照灯，照完灯出来就很干净了，你就继续接下来的操作就可以了，好吧？这是我们一个喷枪的使用方法。